我再也不会像以前了，这是为什么？在经历创伤后，会觉得自己变了个人的真正心理原因，这不仅是脑子里的想象。按心理学说法，创伤实际上可以改变大脑，所以英国康复网站说，创伤会导致大脑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，增加上瘾风险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这是如何发生的，什么类型的创伤事件会引发成瘾，以及可以做些什么来治愈。那么看下去吧。在讨论不同类型创伤以及它们如何导致成瘾之前，有一点很重要，那就是仅仅因为有些人的创伤会导致成瘾，并不意味着成瘾一定发生。创伤并不保证人人都会上瘾，相反，我们希望提高大家对这种联系的认知和学习。感情创伤 Lady Gaga 曾说过，我试图屏蔽那些记忆，但它们会再次出现，就像在脑子里过电影一样，一遍又一遍。你会觉得自己无法摆脱创伤，就像它活在体内一样，这是因为创伤经历储存在身体里、潜意识里。心理学博士安妮·塔纳苏干解释说，它们会让你感觉被困在自己的身体里。绿山戒毒康复中心解释说，这些感觉会导致一些人使用物质来试图逃避痛苦，或作为一种沉默的手段。身体创伤，比如手术、在车祸中幸存，或者逃离身体虐待者的身体创伤，都可能导致需要药物治疗的肉体伤。帮助治疗身体疼痛的常用处方药是阿片类药物，但阿片类药物的一个危险是，它们很容易上瘾，因为它们不仅会激活奖赏中枢，还会减缓体内内啡肽的分泌，使药物越来越无效。药用医疗解释说，阿片类药物成瘾如此普遍的一个原因是，产生耐受性的人可能会觉得有必要增加剂量，这样他们就能保持良好的感觉，甚至只是为了回到基准线。童年创伤，有时候直到生命很后期的时候，才知道自己的童年是个痛苦的童年，知道所经历的一切吓到自己了，但怎么知道这是不对的呢？那时还只是个孩子。作家兼儿科医生纳丁·伯克·哈里斯在他的书《深井效应》中提到，童年创伤最常见的结果是无法管理情绪状态，往往只能靠自己来面对伤疤。这些伤疤使大脑更想要通过药物来自我安抚。著名的成瘾专家卡博梅特博士解释说，多巴胺以及阿片回路、大脑边缘或情绪脑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大脑皮层的应激装置和冲动控制区域无法正常发挥作用，药物的使用可能会麻痹疼痛，帮助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，或逃避创伤的童年记忆。脑外伤，当一个人的创伤对自己神经系统造成了极大压力时，就会立刻平生非常强烈感觉，经历情感上的梳理，感到完全麻木，并非罕见。创伤可以改变大脑中的神经通路。成瘾咨询师迪恩·特拉伯里如是说，不仅如此，创伤还会造就失调的压力系统，使人更容易产生成瘾行为。乔治亚大学成瘾咨询教授阿曼达·贾多诺解释说，就像创伤会让自己大脑上瘾一样，治疗也可以让大脑恢复。大脑是可以改变的，大脑也是可以治愈，人也一样，可以通过专业帮助重塑大脑，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生活，一种一直都值得拥有的生活。大家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吗？如果有，一定要分享给更多小伙伴，这样他们也可以从中获得支持。如果您还没有订阅，不要忘记点赞并订阅。最重要的是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，记住，你很重要。